1940年夏初，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扫荡山东鲁中抗日根据地，企图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抗日根据地一口吞掉。鲁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连续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进行了100余次的大小战斗，拔除敌据点10余处，其中杨家横之战打得更为出色。杨家横位于莱芜城东北18公里处，东北西三面均为高山，龙盘河从村前流过，形成约5公里长的峡谷。在地形上，杨家横进可攻，退可守，是沂蒙山区与泰山莱芜地区之间的联络枢纽，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与陕北之间的安全通道上的一个重点地区。抗战期间，八路军大量人员、物资经过这条安全通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进而有力地支援着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斗争。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命令泰山区部队重新打通徂徕山、莲花山和莱芜、博山边通向沂蒙区的2条战略通道。因为日军已在这一带建立据点，实行蚕食伪化，截断了八路军泰山区到沂蒙区的2条战略通道。山东纵队决定把打通战略要道的任务交给第4支队完成。接到任务后，第4支队领导廖荣彪、胡其才、赵杰等人迅速召集由各团干部和泰山军分区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作战计划，部署作战任务，最后确定由第1团攻打雀峪、莱新泰3县的独立营配合作战，第2团呢攻打博莱边之敌，第1团第1营配合行动。泰山军分区部队呢准备迎击从章丘出动的南下之敌。廖荣彪1912年出生，江西省赣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胡其才1914年出生，湖北省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赵杰1913年出生，河南省商城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4支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5月6日，按照第4支队的部署，第2团取得了雀峪战斗的胜利，收复了莲花山抗日根据地，恢复了这一带的曲乡村抗日政权，打通了徂徕山。在杨家横激战1天2夜，取得胜利，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保卫了泰山区抗日根据地，保障了博莱边通往沂蒙区和鲁北的这一条战略要道的畅行无阻。一战杨家横，日军损兵折将，莱芜城日军头目大队长龟雄愤恨难消，从泰安、新泰等据点抽调1个日军大队、2个伪军大队，共约1000余人，于1940年11月再次向杨家横发动报复性扫荡。这次迎战龟雄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第2团，团长吴瑞林，政治委员李伯秋。吴瑞林
四川巴中人，1915年出生，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李伯秋，辽宁辽阳人，1916年出生，1936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参加129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2团下属3个营，加上直属的炮兵连、侦察连、警卫连，全团共15个连队，3000余人。针对敌情，吴瑞麟做出了如下部署：由吴瑞麟率第1、第2营连夜悄悄进至杨家横一带，2营占据杨家横山顶，控制制高点，1营置于杨家横西侧的小山沟，构筑野战隐蔽工事。当敌正面攻击受挫后，从右翼迂回2营纵深时，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从各营调集30名特等射手，每3人为独立战斗小组，同时将4个掷弹筒和4挺轻机枪分别编为独立战斗小组使用。18个独立战斗小组从莱芜城东10公里处开始布置，每隔3-5公里1个小组，隐蔽射击，相机转移，从而达到袭扰日军、迟滞进攻的目的。日军刚刚走出莱芜城，就不断遭到了战斗小组冷枪冷炮的袭扰，一路上被击毙了30多人。龟雄手下一个中队长叫池田，平日里呢凶狠残暴，作恶多端，他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战斗小组击毙了。日伪军到达杨家横之后，龟雄并不急于进攻，先用望远镜观察了10-20分钟，才下定决心命令日军向八路军第2团主阵地发动正面冲锋。在92步兵炮、82迫击炮、掷弹筒连番轰击的掩护下，龟雄部队向第2团阵地发动了3次冲锋，军被击退，损失了200余人。正面进攻受挫，龟雄准备调整战术。他在望远镜中仔细观察第2团左右2翼阵地，即杨家横东山阵地和西山阵地。龟雄判断第2团阵地左侧，即杨家横东山有八路军主力布防，不宜攻击。龟雄上当了。杨家横的东山其实是2团防守的薄弱之处，当时只有2团3营的1个连配属一些民兵设防。龟雄在望远镜里看到机枪、迫击炮是事先伪装好的。龟雄决定向第2团主阵地右侧的杨家横西山进攻。进攻之前，他还使出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命令炮兵向东山轰击，步兵主力却向西山扑来。西山阵地由第2团第1营负责防守，龟雄发动冲锋前的炮火轰击，让第1营阵地立刻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密集的炮声持续了40分钟之久，望着西山山顶上的连天炮火，吴瑞麟却是稳坐钓鱼台。龟雄轰击的2个山头都是吴瑞麟事先布置的假阵地，山顶上的战士其实是捆扎的草人，真正的第1营主力早已隐蔽在山沟里，日军的炮火再猛烈也难以奏效。
龟雄自以为猛烈轰击之后，八路军损失惨重，没想到他派出的第一梯队不到3分钟就被击退，伤亡60、70人。龟雄赶紧派出第2梯队，结果伤亡更大。龟雄最终无计可施，只得在援兵的接应下败回莱芜城。2天2夜的时间里，龟雄指挥的日军部队伤亡500余人，损失大批武器弹药等物资。2战杨家衡，龟雄的部队大伤元气，但是他并不甘心，于是他开始联合驻扎在博山城的大池田，再次出兵杨家衡。这个大池田就是在2战杨家衡被2团阻击小组击毙的那个小池田的哥哥。龟雄用激将法煽动大池田出兵为他的弟弟报仇。1941年1月1日，八路军第2团的干部战士们和群众一起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共祝元旦佳节。当日夜间，大池田瞅准时机，指挥从淄博、博山一带纠集起来的日伪军约1000人的兵力，南北夹击，连夜偷袭杨家衡。南北2路日军分头齐进，分别到达南北博山镇，距离杨家衡已经近在咫尺。可是2路日军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北路日军松木中队在古德范北山沟遭遇顽强阻击，第2团第1营副营长胡念军率领小分队和5个特等射手隐蔽设伏，精准射击。5分钟之内，中队长松木被特等射手击毙，北路日军顿时大乱，死伤50、60人，匆忙逃回博山城。日军随即派出野岛中队，再次从北路攻击前进至北博山镇，结果同样遭到阻击，伤亡40余人，逃回博山城。北路日军先后受挫，南路日军也是一败涂地。在南博山，第2团第3营副营长柴玉兴率领小分队和几名特等射手，采用与第1营同样的战法，不分昼夜，轮番袭扰打击日军，粉碎了南路日军的进攻。日军费尽心机，连夜偷袭，不料连八路军主力的确切位置都没有弄清楚，一败再败，损兵折将。大队长池田再也按捺不住，亲率主力倾巢而出。3战杨家衡，吴瑞麟采用了1阻击、2袭扰、3伏击的战法。首先隐蔽主力，以小的部队与日军周旋，用以杀伤、疲惫、拖垮日军。最后将日军引诱到2团预设的埋伏圈中，拒而歼之。这个战法就是充分利用了大池田想报仇、急于决战的心理。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吴瑞麟采用了连环设伏，逐步杀伤日伪军的战法。2团主力首先呢向那个苗山镇以西的韶山转移，同时呢也派出了小分队袭扰了日军。池田部呢3名日军中队长，2名呢伪军的中队长，7名小队长，以及大量的士兵呢也就被击毙了。池田本人呢也受了轻伤，被迫放弃了骑马，改为步行。这样的话呢，他一天呢也只能走15公里。但是他既怕冷枪冷弹，又怕地雷石雷。进入了村庄以后呢，也弄不到吃的。伪军呢逃兵呢
就是不断的增加，原本强悍的战斗力呢就大为减弱。疲累交加的池田渐渐被吸引至韶山以北时，突然遭到八路军迫击炮的连续5发炮弹轰击，池田反而大喜过望。山上隐隐约约有数百名八路军，还有迫击炮这种重武器，必然是吴瑞麟第2团的主力。于是池田立即命令日伪军发动炮击，持续1小时之后，随即分2路猛攻。这时池田又钻进了吴瑞麟设下的迷魂阵。其实山顶上根本没有2团的主力，战士们挑选了很多石头，把200多顶旧军帽放在上面，伪装成主力。伪装的迫击炮也加深了池田的错觉。所以大池田用了1个多小时的炮击，白白地耗费了大量的弹药。同时2团在向日军向山顶冲锋的路上，早就埋设好了很多地雷、石雷等等，炸得日军七倒八歪。日军池田大队长在韶山大吃苦头的同时，吴瑞麟已率主力到达望夫山一带，再次设下埋伏，寻机待战。池田在韶山中了埋伏，被引诱到望夫山时，变得小心翼翼，迟迟不肯钻进埋伏圈，而将日伪军集中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吴瑞麟得知敌情，立即指挥战士调整炮位，瞄准地主大院，连发4炮，炮弹接连落入院子里，顷刻之间杀伤日伪军30余人。2团主力随即转移到杨家衡，占领杨家衡东北西3面制高点，同时切断日军后路，关门打狗。池田虽然被吴瑞麟牵着鼻子不断绕圈子，但是并没有丧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面前的杨家衡地形对日军大为不利，他会乖乖进入埋伏圈吗？池田本来是可以避免钻进口袋阵的命运，但是当部下告诉他这里是杨家衡时，他彻底的失去了理智，因为他的弟弟小池田就是在这里被打死的。池田率队刚刚走进杨家衡包围圈，吴瑞麟指挥全团战士一起开火，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大部被歼灭。残部在飞机掩护下仓皇败回博山据点。战后，池田羞愧难当，剖腹自杀。3战杨家衡，共消灭了上千日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吴瑞麟率领山东纵队第4支队第2团，在杨家衡3战3捷，彻底粉碎了日军蚕食、分割山东根据地的企图，确保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以及与延安党中央之间的战略联系畅通无阻，成为莱芜人民坚持抗战的一次典范战斗。